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2月3日啊！即係咧，今朝一起身咧，就發覺咧有好多單咧難以接受嘅新聞啊！即係第一單咧就係呢個嘅大 S，台灣藝人大 S 啊！咁啦，到底佢係點樣走嘅咧？報道而家就話佢去日本旅遊，家庭旅遊嚟嘅，有所有即係重要嘅親友都喺度。一去到咧就遇到流感，然後咧就肺炎，導致到即係短數日就急病而死啦。咁啊因為最初就浸溫泉啦，咁啊喺啲鄉郊地方就去揾醫院，醫院咧就發覺咗哇未必有足夠嘅支援喎。咁後來去咗東京，咁但係去咗東京已經太遲啦，咁就一下走咗。咁啊，但係亦都有新聞就話佢敗血症嘅。咁台灣有啲專家就話咧，可能咧就因為疫情時期咧，台灣人、大陸人咧長期戴咗口罩，所以咧身體嘅免疫力咧就急劇下降，就冇辦法長期訓練到自己個免疫系統啊。所以咧去到日本而家流感高峰期，可能又冇注射疫苗，咁情況咧就加速咗嗰個病情啦。咁有啲專家係咁講，但係是否如此咧都不得而知。咁但係今日我想借呢單新聞咧去講一講一啲處世嘅道理啦。嗱，我認識呢個人物嘅時候咧，就應該係2001年啦。我當然唔識佢本人啦，但係因為2001年咧佢拍過《流星花園》，咁啊而當時咧我就係有好多份兼職，其中一份兼職咧就做市場推廣，就係推廣《流星花園》呢套劇集啊。咁啊當時就係幫呢個嘅公司啦，去派《流星花園》嗰啲宣傳品啊，去派入去嗰啲 VCD 票。當時香港好多 VCD 租借啊，VCD 賣碟嗰啲鋪頭噶嘛，就派啲宣傳品入去咁因為香港咧當時仲未有電視台啦，係播噶。咁啊喺台灣火起上嚟，我就派啲試播集啊，嗰啲 poster 啊入去嗰啲 DVD 鋪咧、VCD 鋪咧，喂就叫佢哋睇下啦。有興趣就打電話去個公司度訂貨。咁後來咧 F4 嚟香港嘅時候咧，我亦都做過一日嘅兼職咧，係喺機場度咧係拉人鏈喎，防止啲 fans 衝過去喎，着住全身黑衫黑褲，戴住鴨嘴帽咧，賺咗幾百蚊一日嘅喺赤鱲角機場度。咁即係2001年咧就開始睇到大 S 嘅演出啦。咁喺台灣嘅電視台咧，我都有間中睇到佢嘅綜藝節目噶嘛，都覺得幾好笑嘅起碼曾經帶過歡笑俾我啦。保持通話套電影，我覺得做得好好啦。佢其他電影我未必即係好有深刻印象，但係保持通話我係即係較少數有深刻印象嘅電影嚟。咁而大 S 咁樣走，咁咧我就喺 Facebook 咧就轉載咗單新聞，結果有啲人咧就話：哇，佢死得其所喎！個原理係點解啊？就因為咧佢喺疫情嘅時期啊，就買咗1萬個口罩喺日本，然後咧就捐翻去大陸，而家就死喺日本啦。咁即係因果循環喎。有啲人係咁樣講嘅，我就睇完之後覺得咧，哇，好心寒啊！我就絕對唔同意啦。咁而我唔同意嘅原因係咩呢？我由2014年已經講啦，作為搞社會運動嘅一個發展呢，即係如果個社會運動能夠成功，其中一個好大原因就係要團結一切可團結之人。即使你團結唔到唔緊要，你就唔好啦，將一啲唔被你團結嘅人呢，就推向你嘅敵對面。你搞運動呢，就譬如話韓國，咁你搞運動呢，你就係應該針對全斗煥政府喺光州事件嘅時候或者以後就針對全斗煥政府、盧泰愚政府，你就唔係咧針對晒成個韓國嘅軍人、警察以及咧即係成個政府佢哋成個政府佢哋有分程度嘅，有啲係首惡之人，全斗煥、盧泰愚係屬於首惡之人啦。有啲咧係屬於平庸之惡嘅，平庸之惡當然咧未必係一個即係能夠認同嘅嘢，但係咧你唔認同佢，你都冇需要將佢咧推向你嘅敵對面即使嗰一刻已經係敵對面啦，你冇需要鞏固佢嘅敵對程度咁否則嘅話咧，個運動咧就唔能夠咧係發展起上嚟。好似台灣嘅時期亦都係戒嚴嘅時期戒嚴嘅時期，當時就係要諗要如何結束國民政府嘅威權管治，你就將集中喺呢個嘅兩蔣時代、兩蔣政府，而唔係將整個外省人將整個國民黨、將整個中華民國為敵對啊嘛。咁所以咧嗰啲人咧參政嘅時期咧都要想辦法咧去團結一啲即係中間派，佢係認同你嘅。咁所以呢個2014年我都講啦。咁咧但係當然咧大部分網民咧佢唔係做社會運動啊嘛，所以佢哋嚟呢度留言咧，佢就話佢咪死得好咯佢幫呢個大陸人買口罩。捐翻去喺日本度買口罩，搞到日本人冇得防疫。咁咧，你睇翻個事實咧，就係
2020年1月27號嘅時候，佢代佢老公，當時咧佢嘅前夫汪小菲喺大陸做生意噶嘛，佢哋屋企人喺大陸度生活噶嘛，咁所以咧就係代佢喺日本購買1萬個口罩，再捐翻武漢。咁但係問題1月27號嘅時候咧，全球疫情咧都仲未嚴重大爆發，喺2月嘅時候咧就嚴重大爆發啦。1月20幾號咧就開始有好多大陸嘅遊客咧飛到去意大利啊，飛到日本啊，飛到美國啊，咁咧疫情咧慢慢擴散。咁但係咧，大家知道嗰個故事其實喺2019年嘅年底，中央咧北京咧係隱瞞咗疫情啊嘛，然後咧1月嘅時期就發生咗呢個嘅李文亮事件咁所以喺嗰一刻咧2月27號咧，佢喺日本購買口罩捐翻大陸啦。咁當時嗰個判斷就係中國嗰個疫情最嚴重啊嘛，咁捐翻去，咁喺嗰一刻佢哋嘅判斷係咁樣嘅。咁其次就係利益啦，利益上佢喺大陸做生意，你咁樣做係一個公關嘅效應，鞏固佢哋嘅生意。第三咧就係佢哋嘅家人亦都喺大陸度生活，咁所以嗰一刻佢哋係咁樣選擇。咁呢個係咪屬於首惡之人呢？就未必係噶嘛。日本嘅網民、台灣嘅網民當年梗係好唔同意佢呢個做法啦，因為會影響到日本人嘅防疫。如果日本人防疫失守，台灣人可能都受到影響噶嘛。咁所以嗰一刻係唔同意。但係你話係咪即係你有呢個嘅你唔同意嘅程度係去到你認為佢死都係死有餘辜呢？咁我就話認為你要分清楚邊啲係首惡之人。希特拉死，墨索里尼死，史泰林死，呢一種人咧死咧，應該係死有餘辜咧，即係都唔會有人覺得幸災樂禍噶。普京呢一種人咧，你唔會認為係即係過分嘅你講呢啲說話。咁但係普通人，所謂平庸之惡嘅人，有啲甚至乎未必係平庸之惡，只係意見上同我哋有唔同嘅，就唔需要覺得佢死都係情有可原嘅，就唔係咩死者為大，而係呢個咧係一個對人同埋對己咧，我自己認為嘅基本態度嚟。咁尤其是就係第一就唔同意見啦，第二咧即係呢個佛家所講嘅口業喎，咁因為作口業咧都會有輪迴因果嘅喎，對自己會有反彈喎。咁所以一個48歲嘅人正值壯年佢咁樣死，而且咧留有呢個嘅年幼嘅一個即係孩子啦。咁作為家長我都覺得係好痛心，加上同前夫嘅關係唔好，咁所以對細路將來嘅影響都肯定係不能磨滅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免作口業。網上嘅 hater 咧，佢就係唔怕作口業啊嘛，就不斷肆意咁攻擊人哋，攻擊人哋嘅家庭，攻擊人哋一齊匿喺網上嘅背後。咁但係呢個就係以為冇任何負面嘅影響咩？呢個咧唔信因果報應嘅，至少信負能量啦，係咪？負能量好科學啊！你講得多呢啲嘢，或者自己諗得多呢啲嘢，成日覺得呢樣嘢抵死，嗰樣嘢係好乞人憎，嗰樣嘢係死不足惜，你會對自己會產生咗負能量，但係對你嘅人呢係會有負面作用嘅。咁有啲人你覺得佢死有餘辜，譬如話林過雲或者係阿炳強，你覺得佢死有餘辜，炳強之死，咁你假定咗紙盒藏屍係炳強做嘅，你覺得炳強死得好啊？咁咧呢樣嘢，我覺得都係於理上咧係合情合理，但係喂大 S 唔係呢一種人嚟嘅，就唔需要咁樣。咁呢個咧亦都可以講一講大 S 嗰個戀愛觀，因為我今次睇一睇佢嘅生平啦，哇！我對佢嘅戀愛觀咧，我有啲睇法喎，因為咧佢喺98年嘅時期即係當時咧佢喺中學同呢個嘅陳建州拍咗7年拖啦。98年咧佢當時就已經喺台灣做綜藝節目啦，咁同咩小豬黑人大 S 細 S 嗰陣時都即係好活躍嘅。咁咧原來喺嗰個時候咧有啲資料就話佢同韓國當時著名嘅藝人呢個具俊曄係拍拖。咁具俊曄就話咧，佢喺呢個嘅大 S 嘅節目裏面就見到佢話係佢嘅 fans，即係然後咧佢就對佢有好感啦，互相對方有好感喎。大 S 就成為咗具俊曄嘅 fans，然後具俊曄就想辦法識佢啦。語言咧最初係不通嘅，咁但係雙方努力學習啦，一個學韓文，可能雙方識講少少英文啦，咁然後另外一個咧就學國語。
咁然後秘密拍拖1年啊，但係因為咧具俊曄嘅經理人公司知道咗之後咧，就禁止佢哋拍拖，被逼分手啦。後來又輾轉咧即係20幾年後，佢離婚後咧，竟然係同翻呢個具俊曄喺翻埋一齊。呢個真係其實係極難嘅事情嚟嘅。呢個如果唔係真愛咧，你係解釋唔到嘅。即係年輕嘅時候分手，喂，到你中年，你有機會同翻佢一齊，你會唔會選擇同翻佢一齊啊？海耶克就係咁樣啦。海耶克咧就係年輕嘅時候有一段感情，後來就結咗婚啦。結咗婚好多年之後就同老婆離婚，同翻年輕嘅初戀結婚。即係呢個如果唔係真愛咧，你係唔會咁做，因為坦白講，如果以具俊曄嗰個情況嚟講，佢作為一個當紅嘅影星喺韓國係咪啊？即係你係揾到好多18、22嘅美女少艾啦嚇，咁但係你唔係喎，你揾翻個40幾歲嘅前度同你結翻婚，咁就唔係純粹係肉體，唔係純粹係呢個嘅即係刺激，唔係 wonder， 而係真係狂傷喎，係希望同對方係一齊行完佢嘅人生，你先會咁樣做喎。呢個呢，因為即係從呢個嘅刺激嘅角度，你梗係揾個後生嘅，揾個靚嘅。揾個未試過一齊嘅，咁你個新鮮感先高噶嘛？你揾個已經拍過拖噶啦，而且已經隔咗20幾年，亦都做人哋母親嘅，再喺翻埋一齊呢？如果唔係真愛呢，你係解釋唔到嘅。呢個係淡淡然嘅愛啊！而具俊曄知道對方離婚之後呢，就馬上主動聯絡翻，即係呢20年嚟呢，係念念不忘當年呢，係被棒打鴛鴦喎。呢個真係厲害嘅地方。咁而咧呢個大 S 咧又同個阿仔仔啦、藍正龍啦、周渝民啦係拍拖。周渝民出車禍嘅時候咧，大 S 係第一個到現場喎。咁呢個真係犀利啦！你第一個到現場，咁即係説明咗無懼輿論，自己去到自己去到呢個嘅周渝民嗰度個車禍，咁表示咁頭先我講錯咗，佢唔係喺安以軒嘅生日會上面識到呢個嘅具俊曄嘅，喺安以軒嘅生日會裏邊識到汪小菲。喂，資料就睇啦，新聞就講佢哋只係結咗5次就結婚啦。即係你睇到佢嘅性格係咁樣嘅。周渝民一有事佢就出嚟車禍，咁表示到喂佢係同佢拍拖嘅，咁唔理緋聞唔理傳媒嗰個影響呢個對仔仔對佢可能都會造成影響啊 discredit 噶嘛，因為係青春偶像嚟噶嘛。然後見過呢個嘅汪小菲10次5次就同佢結婚註冊，咁呢個真係說明到佢係戀愛腦嚟嘅，係對愛情咧係矢志不渝嘅追求係對愛情嘅追求一種堅定嘅刺激嘅而且係呢個嘅勇敢嘅。咁呢種人咧，即係佢係注定一生人都有戀愛嘅。如果冇戀愛咧，佢就冇辦法可以繼續一齊。所以咧，佢同汪小菲嗰段婚姻裏邊咧就有婚內出軌啦，亦有家暴啦，咁俾傳媒拍到係汪小菲大庭廣眾會羞辱佢啦，講粗口鬧佢啦，咁所以即係作為一個女性，佢係能夠走出嚟擺脫佢嘅丈夫。其實我認為佢呢20幾年嚟咧係一如既往嘅，20幾年嚟咧都係好對愛情咧都係堅定嘅，呢個都係令人敬佩嘅。咁當然啦，你話汪小菲就或者係佢以前嘅奶奶就指控佢私生活不檢點濫藥，咁呢啲我哋外人就不得而知啦。但係站喺愛情嘅角度咧，我認為佢係值得敬佩嘅。咁但係呢一種人咧，因為佢對愛情咧係有堅定嘅追求好激烈嘅。注定咧佢個生活咧都會可能係會遇到較大嘅挫折，同埋遇到較大嘅痛苦。因為愛情咧有時一旦過去咗咧即係細水長流咗之後咧，就會消退噶嘛。如果你不斷刺激地追求愛情咧，你唔能夠用其他嘢去慢慢取代愛情嘅空缺咧，痛苦嘅會係。用咩去取代呢？我之前講過啦，一開始就係要激情。如果關係冇激情開始呢，好難長久嘅。咁所以大陸咧好流行嗰啲雙體結婚冇激情。即使呢，雙體嘅離婚率低，但係因為佢冇激情咧，呢段婚姻呢都係難以美滿嘅。可能平淡如水咯，但係講求生活啦，但係佢哋生活質素未必好，所以一定要有激情啦。而呢個激情咧，仲要不斷想辦法咧係維繫喎，
結婚要隨住時間都要維繫，呢個第一。第二呢，仲要有呢個嘅親密嘅關係，能唔能夠同佢嘅伴侶係建立到知己嘅關係呢？ Soulmate 即係互相了解認知，佢同具俊曄呢似乎就做到。幾年前嗰一段關係，咁啊20幾年後可以重新喺翻埋一齊，咁一定係有一個 soulmate 嘅關係喺裏邊嘅。會為咗對方去學習語言，呢樣嘢值得敬佩啦。去學習對方嘅興趣呢個就係我一直同太太互相即係遷就對方啊。佢又嘗試了解我嘅歷史學術嘅研究啊，我又去聽下佢嘅彈琴啊，一齊聽呢個音樂會啊，等等等等。咁呢啲都係要付出嘅。咁但係關鍵咧，除咗激情咧、親密咧，仲有第三個就係責任，責任呢個好緊要。就係隨住感情嘅流逝刺激嘅飛逝，咁咧你就要用責任去維繫。咁但係佢同汪小菲好明顯就係第一，佢有激情啦，見咗5次就結婚啦。但係呢個激情咧，只係短暫嘅激情嚟嘅啫，唔係可以頭先我所講歷久常新，想辦法去令到嗰段感情咧繼續保持新鮮嘅。短暫嘅激情好容易咧有錯誤嘅想法，好似移民一樣啫嘛。話移民啊，人哋移民啊，咁啊後悔嘅機會率極大。第二咧就似乎欠缺咗親密嘅關係，冇辦法做到知己，即係咧唔能夠相敬如賓。你見到汪小菲當眾羞辱佢，咁你知道好明顯對方唔尊重佢啦。一個唔尊重你嘅人如何成為你嘅知己呢？第三就係責任，哇咁啊呢個即係雙方對於撫養仔女啊，你見到汪小菲過去又多次上法庭啊，唔交呢個嘅贍養費啊，你見到個責任係如何？咁所以咧婚姻係一生一世，所以如果唔確實、唔確定就去結婚，或者咧好確定但係純粹係為咗責任而去結婚，呢個愛情鐵三角咧，我認為係缺一不可嘅。咁所以從大 S 嘅新聞我就諗到呢啲嘢呢個其實我10幾年前寫一本書《愛情通識》有講過嘅。咁今日就借呢單新聞重新講翻出嚟，好嘛？咁新年流流咧，見到呢啲新聞都覺得好唔舒服啊。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頻道 Patreon 啦，就有獨家嘅參考資料、文字摘要有中國近代史課堂。希望咧大家可以 join 咯，2月份join Patreon。咁有啲網友話俾利是我寄嚟我公司，唔需要嘅，你 join 我 Patreon、join 我 YouTube 或者 Super Chat，咁呢個已經係好大嘅鼓勵同支持。多謝大家，拜拜。